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第一人称动作游戏《谍报飞龙》。在街机平台的第一人称动作游戏非常的少，我记得之前给大家录制过《圣十字剑》的1代和2代。本作是 SNK 1990年出品的，年代非常的早了。如果以这个年代为标准，那么这款游戏它的游戏类型是非常超前的。主人公一共有几种攻击方式，分别是拳、脚、匕首、手枪，还有机枪。我现在使用的是匕首，匕首的攻击力还有攻击的性能比拳头要好一些，但是匕首是会生锈的，从白色变成黄色，最后是暗红色，攻击力会受到影响。听起来有一点像怪物猎人的斩位系统，绿斩、黄斩还有红斩。普通拳头的攻击最好用的方式就是右侧的摆拳。开场的时候我就演示了一下。匕首最好的攻击方式就是半个身位在右侧进行攻击。我现在捡到了机枪，机枪的数量有限，所以咱们要节约一点使用。面对大量敌人的时候，可以掏出来扫射一下。除了常规的攻击方式之外，主人公还可以蹲下。蹲下能够躲避敌方的一些攻击，能够躲避机枪的扫射，还可以躲避摄像头的追踪。另外，拳和脚一起按还可以防御，但是防御的时机非常的短，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咱们最好通过左右的走位来躲避敌方的攻击。但是像在刚刚那种走廊，主人公是不能够左右进行躲避的。大家应该也发现了，游戏当中有很多可以进入的房间，有些房间是没有用的，有些房间给的是一些信息，有的是给主人公加血，或者给你把新的匕首，或者是给你冲锋枪一类的道具。刚刚进入的这个房间是可以给咱们看一下本层的地图。看地图你就会发现，有的分支是没有用的。可以不去。所以说这款游戏还是加入了一定的探索要素的。这一点比之前我给大家录制的《圣十字剑》1代和2代元素要丰富一些。但是说到打击感，本作就没有《圣十字剑》出色了。我现在从1层来到了2层。其实这款游戏遇到的敌人是有一定随机性的，所以说可能你每次玩遇到的敌人都不一样。游戏的关卡数量一共就只有2关，其中第一关如果不走一些没用路线的话，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。第2关如果打的也比较有效率，需要1个小时。因为第1关这个大楼一共是4层，地上3层，地下1层。第2关的大楼一共有16层，需要攻略6个 BOSS。但是本关只需要攻略2个 BOSS 就可以了。这里是给玩家一把新的匕首，但是匕首的保质期真的是太短了。咱们刚刚打几个敌人，你就会发现这把匕首又被锈住了。大家注意看一下屏幕的上方，有2个头像，这2个头像就是咱们本关需要攻略的2个 BOSS。头像的下方就是咱们的血条，一共有8滴血。
血条的下方是咱们的经验值、级别、攻防。升级的话，你的攻防就会上升。我这里是蹲下来躲一个摄像头，走位的时候也可以蹲着走，这样受到敌方攻击的几率就会小一些。虽然咱们遇到的敌人是有一定随机要素的，但是每一层的房间的内容是固定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手头有一张这款游戏的地图攻略的话，游戏的难度就会下降一半。如果想要再下降一半的话，你就需要熟练的掌握你的摆拳还有匕首的攻击判定。这样的话，实际上游戏就不是那么难了。走这样走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因为敌方是随机的，有的时候会上来2个拿着冲锋枪的敌人，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蹲下，否则被打到的话是相当疼的。游戏的操作还有 UI 的界面方面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。另外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本作的剧情。主人公叫做罗伊哈特，是中情局的特工。他对抗的是一个叫佐尔格国王的组织，这个组织曾经制造了一起地铁爆炸案，现在又在策划新的爆炸案，这样主人公来阻止、拆除炸弹，并且获取敌方下一步的行动计划。这就是第一关的目的。听这个剧情，其实让我想起了李连杰演的一部电影。电影里的 BOSS 绰号叫做医生，这款游戏里的 BOSS 绰号叫做国王。后面如果大家见到这个 BOSS 的话，就会发现国王的人设特别像 SNK 自家的一个人物，就是吉斯霍华德。无论是人物的外形还是性格，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。转眼咱们已经来到了这栋楼的3层。本关的 BOSS 是在地下1层，一会儿咱们就可以坐电梯从3层直达地下1层，获得2个 BOSS 身上的门卡，这样就可以打开地下的金库了。所以咱们是正义的一方吧？应该是敌人在金库里边安装了炸弹，咱们打开金库要去拆除炸弹，一定是这样。否则的话，主人公孤身一人潜入了大楼，抢走了地下金库的门卡，可以解读成另外一个故事了。其实我已经打得很小心了，但是很多时候不可避免的要被敌方攻击到。其实如果让我单挑一个敌人的话，那我怎样都会注意的，争取少掉血。但是你要面对的敌人很多，它是你每走几步就会出现一个敌人的组合。这样的话，由于考验过多，难免会犯错。我的血量已经没了一半了，所以有些时候就把枪掏出来。这里我蹲下蹲得早了，所以说还是被击中了。这里给的是机枪的子弹。我手上是有这款游戏的地图的，所以说玩的时候是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前进的，不会走一些无意义的路线，也不会进一些没用的房间，这样的话流程会做的稍微顺畅一点。
同样的，咱们打的敌人也变少了，虽然经验值会获得的少一些，但是感觉游戏的容错率就会变高，难度也会相应的降低。这就是手上有攻略的好处。血量还剩3滴血，如果你剩2滴血的话，系统就会报警了。这把匕首的攻击力已经降到最低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还是只能用它。因为赤手空拳的话，拳头的性能还是比较弱的，而且使用拳头的时候对走位的要求比用匕首还要高。这里是一对精英怪的组合，我应该掏枪，子弹还有20发。这里是有摄像头的，所以说我蹲着走过来了。现在是3级，第一关如果没有走一些分支的、没什么意义的路线的话，正常应该是4级，你就能见到 BOSS 了。越到后面的敌人给的经验值肯定也是越多。咱们刚开始打的敌人只给2点经验，后面就30点、40点都有。又是一个摄像头，正好啊，我躲摄像头的时候刷新了机枪小兵。这个敌人还双持武器。大家注意我匕首刺的这个位置，就是一个半身位。一般来说，匕首连续攻击3次，敌方就会倒地。但是到游戏的中后期，一些 BOSS 就不一定了。这里毕竟是第一关，给玩家上手用的。地图方面也不是那样复杂。现在是地下1层。地下1层的地图是最大的，分支的路线也比较多，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没用的。咱们现在的路线就是直奔 BOSS， 拿到2张门卡，然后去打开金库的大门。场景的背景做的还是不错的，有些时候能够把管道给碰坏，有些时候可以把玻璃打碎。这款游戏能够看出来 SNK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非常大胆的尝试了一些新的元素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可能觉得不是那样新奇了，但是大家想一下，在1990年做出这样一款游戏，还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和创新的精神的。我这次做的视频，其实没有玩过的小伙伴可以云通关。如果实在是自己想上手尝试一下，想要弥补一下童年玩过但是没有通关的遗憾，也可以当做一个视频的攻略。大家注意一下，这款游戏敌方不管是小兵还是 BOSS 都是非常讲武德的，全都是一个一个上来单挑。这一点和圣十字剑也如出一辙。其实可能就是受到了机能的限制。
而且这样做的话，有一点好处，就是玩家时刻觉得自己是在单挑，是在格斗，是在1v1的对抗。玩家就会觉得对面不管是 BOSS 还有小兵，都需要认真的用尽全力去对待。我的枪还有8发子弹，我要给本关的 BOSS 留一点。BOSS 还是比较肉的，而且 BOSS 近身的话有抓人的技能。我的等级已经是4级了。能够看见攻击力的数值在上升，但实际上对面也是在变强。这一脚是怎么踢中我的？我感觉是他先把脚伸出去了，然后我用脸去接的。在纵向的走廊里边打架一定要小心，因为这个时候咱们是不能够左右移动的。所以你感觉打不过了，坚决的就要掏枪，不要讲什么武德了。主人公的血量其实还是非常脆的，咱们应该是快 BOSS 战了。再往前走一个房间，这里一起上来3个人，但即使是3个人，他们也是一个一个的往上送。进 BOSS 战的房间，把枪掏出来了。这2个 BOSS 的名字好像是一个叫做缪拉，一个叫做威尔逊。但我不知道这个资料准不准确，因为这款游戏的设定文案实在是非常的简陋。我的机枪用完了，把手枪都掏出来了，2张门卡都到手了。手枪同时只能攻击1个目标，攻击力还是很高的。并且手枪的枪托也是可以作为武器使用的。这个走廊能不能让我进来呀？我刚才就感觉可以往前走了，结果刷了一波敌人。敌人数量出的越多，时间拖得越久，对咱们就越不利，因为你难免会犯错。像刚才我又挨了一拳，现在咱们的半条血已经没有了。这里还不让我往前走呢，这是想拖死我吗？还是觉得我的冤枉路走少了，敌人没有打够啊？因为有些分支里边的房间什么也没有啊，或者只给咱们提供一点信息，我就没有去。下来2个拿枪的敌人。这种拿枪的敌人，咱们掏枪也是可以和他们对射的，但是没有必要，因为有非常大的概率你会掉血，只为了一点点的经验值。大家注意，这批敌人他的出刀的速度就非常的快。这款游戏有一个总体的原则，就是咱们每次攻击的发起最好是从屏幕的右侧。所以如果本期播放比较理想，我给大家制作后面的流程的话，走位的时候，如果我在屏幕的左侧向屏幕的右侧走位，我就蹲着走过来，这样的话挨打的几率就变小了。这里就是金库的门，
一看防盗的等级就非常的高啊！这家伙竟然给了我一地中海攻击，这一下精神伤害要大于体力伤害，这样的话第一关就过了，拆除了敌人的部分炸弹，最重要的是获取了敌方的下一步行动计划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